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，娱乐圈超级白马股，娱圈股市，艺人及股票，粉丝及股民，广电、税务及监管机构与市场规则，得益与商业价值排行，堪比股票估值，长期绩优回报高且有较高投资价值。谁不想持仓甚至重仓一只白马股？白马原不多，但王一博妥妥算一匹也。2012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元年，传统文娱业互联网加，商业逻辑也随之变化。政策及产业基金扶持下，成功不是来自技术掌控，而以运营为王。文娱业驶入快车道，用户等于流量等于市值，得流量者得天下，流量时代开始了。算法没有价值观，圈地抢流量不用内容够好、够吸睛就有人买单。2010前，资本烧出 Bet 商业巨擘，后 Bet 时代，更多热钱烧出微博、头条、抖音、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与内容分发平台，而它们共同构成文娱业态。流量为王时代，资本推动产业扩张，多少英雄豪杰被雨打风吹去。原本简单直观的客观标准，俨然成了衡量价值与成效的唯一标尺。借着这股流量造星的东风，2019，王一博凭借当年爆款影视《陈情令》横空出世。然而，不是王一博选择流量，而是流量选择了王一博。这一点，将传播学语境下的参与式粉丝文化玩到极致的《陈情令》，功莫大焉。股票收益，在粉丝的话，是艺人的作品带来的精神愉悦与心理满足；在艺人与经纪公司的话，自然是文化劳动交换的现实名利。当然，在娱乐圈这个股市大盘里，收益回报的最大受益者，还是暴走的娱乐圈资本市场。而在股票业绩攀升、浮动、震荡中，经纪公司、艺人团队、全网传媒与营销号就类似股市操盘手、企业营销策划与带头大哥。花絮比证据还香的《陈情令》，能发动全民狗资，属实是吃透了股市精神，掌握了流量密码。《陈情令》妙就妙在，固守艺术本真又兼顾撩拨大众情绪。书语句的破壁，情与义的拿捏，美与媚的追求，实现当改小众题材的大众文化破圈。同时，他亲手终结了内娱为流量论的旧时代，一手缔造了新流量时代。王一博从娱圈小透明逆袭流量宠儿。然而，机会通常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。你以为是一夜成名，殊不知他为了这一天，已是10年磨剑。王一博成名前是天天向上常驻 MC， 年纪小，性格慢热，出镜更是腼腆的王一博，从最初的人肉背景板，到后来被 Q 接梗自如，甚至不时飙出一金句令人笑到头掉，节目组为他挡住风雨，创造了成长空间。当然，现在这已经是个著名的股市捡漏传奇。UNIQ 组合因线韩令事业遇挫 ，Dancer 王一博失去向往的唱跳舞台，潜力股大幅下跌，跌得不能再跌。天天向上无意间完成低位吸筹，在股价下行期收集到地位筹码。而王一博是天天向上幺儿，放眼内娱，也唯有天天向上这样深刻的爱过一位明星常驻 MC。从开场舞最亮的载到与任意嘉宾 battle 都能 hold 得住的多面手，天天向上社会大学6年栽培，王一博脱胎换骨。节目里，
天天幺儿破茧成蝶。节目外，国风少年风生水起，娱圈小透明当红炸资机顶级流量。天天向上无心插柳，低位吸筹。陈情令有意栽花，完成控盘。黑马即将拉升，影视爆火，让他的影响力渐有燎原之势。行程再忙，他都按时录节目。天天向上就是家，天妈就是妈，天天兄弟的生态群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。感情不是刻意熬出来的综艺效果，是时间熬出来的浓汤。莫得感情的酷盖，唯遇见前锋画风逐渐鬼畜。直球王一博搭上玩家大老师，摇滚老少年的聒噪衬托机车少年的酷盖，混搭出化腐为奇。而亦师亦友，可爹可兄的韩哥更是照福有加，盖章是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6年，有人走，有人来，有人生根，有人发芽。老少配，传帮带，没有你争我抢，尔虞我诈。天天向上与王一博完成彼此见证。从我是一颗跳跳糖到酷盖，喜爱王一博的人能在节目严格中标出时代的眼泪。回首天天向上往期的节目，就像翻开了王一博的成长回忆录。那些被他萌到、帅到、憨到、笑到的名场面，定格历史，铺就未来。02品质为王，右侧建仓就是街舞说起。当市场处于调整期时，正是从容观察和发现未来大牛股的大好时机。如何发现潜力股？明显与众不同，显得特立独行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评级清冷绝尘的蓝忘机，演员王一博成了娱乐圈旦夕间崛起的独角兽。他策略清晰，借助综艺人气把影视做起来，而非为赚快钱把时间耗在综艺上。流量把他推到受众面前，品质把受众拉到作品面前。流量解决短期冷启动，品质解决长期留存。王一博成长史就是明星产品迭代史。提供丰富个性化服务是文化消费领域的新趋势。2012年以来全民触网，打破了高净值人群用户价值论。拥抱8亿大众，就等于拥抱时代。据2020年第7次全国普查及 CINIC 中国互联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，网络人口60岁及以上占为 11.2%，14岁及以下占约为 11%。网民既不低幼也不老，只是像30-39岁这样的中部年龄更为集中。同叟兼济的网络人口结构，促成社会文化娱乐向转型，跨越年龄、文化、情趣与阶层阻碍，满足群体巨大长尾礼俗需求。最能实现广泛共情的话题，莫过于低门槛的猎奇、八卦、花边新闻，这就是泛娱乐社会的成因。现代流行文化服务于大众，白发网络新生代成为饭圈觊觎的增量市场。一种 style 往往只能笼络特定人群，但王一博写感青年的调性，从主持到街舞，从影视到赛车，通过拆分粉群注定老少通吃 ，hold 住更广泛受众。在娱乐圈股市，粉丝等于股民，路人等于股市观望者，观众等于股市旁观者。通过经纪公司与艺人团队运营，他们在互联网社交平台、内容分发平台和电视媒体平台构成的股市大盘中考察艺人，宛如调研上市股票行情与业绩。粉丝对艺人的支持，就像是股民买入股票。社会经济缓慢复苏，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接近尾声，娱乐创新日益乏力，全球疫后焦灼，娱乐圈也在寻找新增长点。直到这
就是街舞入手王一博这只黑马股。王一博其实没给过太多人左侧建仓的机会，而现在属于他的市场已经进入右侧阶段，错失左侧建仓机会的投资者，现在可以右侧建仓了。他身上的流量已逐步转化为实际，或者说，一开始他就是被小觑、被低估的。随着移动互联网流量池基本饱和，娱乐圈进入存量时代，粗放式流量攫取失效，唯有品质是支撑成长的核心。头部艺人更应树立形象，而良好形象是建立在真实性及公信力上的。保持个性、初衷与本色，而非仅着眼于用户粘性。王一博与这就是街舞就是右侧建仓的双向奔赴与成全。所谓右侧建仓，意思是利用趋势在题材上升阶段追涨买入，一波王炸盛大出圈，搅动娱乐江湖。24岁的年轻人肩头无形中扛住了行业的希冀与街舞文化的厚望。从这届第3季到第5季，蝉联冠军战队队长，是舞者王一博的段位提升史，更是舞者王一博的破圈圈粉史。流量承载不起深刻的命题，以流量为目的的创作往往低俗，而媚俗获得的粉丝也不忠诚。但被街舞圈粉的粉丝又不同，相对饭圈女孩，她们是一批用户个性化程度更高的粉丝，且不满足于被无差别的程式化内容喂养。流量领进门，留存靠个人。明星以品质为核心竞争力，流量造星本质是戳受众需求，让点击率转化为关注率，进而留存为人气。未戳中受众或未持续戳中，既得流量也将流失。在该意义上，流量跟品质其实是一回事。王一博未来要走的路，肯定还是把内容做到极致，包括主流影视，也包括针对不同层次受众的流行娱乐内容，街舞、综艺、体育、时尚等。03实力为王，机构持仓从无名开始。一般来说，股票投资既要看宏观流动性、中观景气度、微观交易结构，也要看商业模式与价值链。但不管看啥，机构永远比散户有优势，因为他们不仅理性且有全面信息渠道、超大规模资金以及复杂的数据计算方法。散户行情延续直到2021，目前王一博手握5部电影，机构持仓明显。价值投资是买在洼地，而不是高位接盘。股市追热点炒题材一般被视为投机主义、短线操作。那么王一博是不是短期表现更好，长期表现欠佳呢？当然不是。王一博景气度高，股票景气度有科学依据，有基本面支撑，无法靠短线炒作而成。政策和事件都是烘托，本质都是景气度的加持，甚至为交易量级飞跃提供催化剂。这就能解释为啥明星黑红也是红。然而，只会揣测、迎合、屈就用户意图，永远无法引领市场。不卑不亢却笑傲江湖，像这样打破击毙的存在，当然是不讨喜的。所以才有了恶童、太子的诋毁与黑称。但终究，骂声中所有诟病，都成了实际。大红大紫自然离不开流量输血，但更核心的是明星自身质地。男团出道，跳舞出圈，影视出名，主持出位，赛车出彩，滑板出新，为啥王一博做啥火啥？分析他不同斜杆面走红原因时，你会发现总有几条是恒定的。不变的，正是王一博其人的魅力核心。人气扩大流量池，而实力令流量变现，成功的底层密码被不断复制到其他领域，
一次次让人上瘾。酷拽，不因成名而傲娇，因赤子本色不改。奶萌，不为媚粉而卖萌，只是无偶像包袱。耿直，不以讨喜而率性，反以率性而讨喜。自律，不被监督而谨慎，而因自洽方慎独。清醒，不随波逐流厮混，知道我要去哪里。时尚是跟随潮流，风格则是成为自己。风格自成一家的他，是多元文化综合体与文化杂糅的桥梁。从不追逐时尚，他就是时尚本身。他的成功不是建立在某种市场流行风格基础上，无论是否流行，都无损于他的魅力。常理雷区他好像完全没在 care。娱乐圈矮化了偶像一词的底蕴，但王一博成为时代 icon， 正源于他敢于挑战规则的姿态与强大坚毅的气场。越是根深枝茂的树，生命力越强，而王一博这棵树，生意盎然到令人赞叹。正因为不依赖单一市场风格，才可以应对大部分市场环境。这样的王一博，正是传说中气质特立独行、走势宏伟且股性活跃的白马股啊！维和防暴队，万达影业大制作，无名，博纳影业三部曲之一。长空之王，空军题材大国重器。中国青年，我和我的青春，20大献礼。热烈，中国首部 Breaking 题材。投资有个诀窍，当你不清楚产品究竟怎样，就看它的客户结构。被万达电影、博纳影业、阿里影业、如意影业等大鳄相中，得共青团中央、中国空军、中央电视台等官方青睐，都是王一博从黑马股跻身白马股的理由。有机会就有风险。巴菲特、索罗斯们维持胜率绝不靠拍脑袋。机构选股会借助系统工具统计分析。作为演员，王一博的收益曲线是长期稳定向上的，且股价没体现过度景气度溢价，能保持较快增速的中长期成长态势。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，这其实非常难能可贵。而王一博本人与喜爱他的人们，在大环境中赚出自己小气候的可能，是非常值得乐观期待的。2022夏日灼热，王一博的电影或将陆续暴风上映。继2019掀动内娱影视狂澜后，青年演员王一博能否后浪来袭，成功接过革命的枪，打破由战狼、长津湖保持的主旋律商业大片票房神话业绩，拭目以待。股票的景气度与时代共振，而娱乐圈热点有长有短，唯白马股必将一骑绝尘。SO 王一博值得重仓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